有缘人，你可曾意识到，有时候我们无法完成某些事情，其实是宇宙在保护我们。有句古话说得好，福祸相依，很多事情都有其定数。得到未必是好事，失去也不一定是坏事。或许在命运的安排下，如果你完成了这件事，可能会带来新的问题，比如突然停电，外卖洒了，赶不上公交车。要学会接受不如意的事情发生，因为坏事的尽头往往隐藏着好事。经历挫折是为了促使我们成长，让我们感到疲惫，提醒我们休息。失去和离开是为了让我们遇见更好的事物。所以现在做不到的事情，并不意味着将来也做不到，只是时机尚未成熟。一旦时机到来，没有什么能够阻挡。不要悲伤，你失去的每一样东西都会以另一种方式回到你的生活中。大家好，这里是智慧人生，记得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，与我们一起同修福慧。在我们的生活中，缘分常常被视为一种神秘的力量，连接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它不仅仅是偶然的相遇，更是一种深层次的情感纽带。生活中，我们常常会在不经意间遇到某个人，他们的出现似乎是命中注定。这种感觉让我们相信，生活的每一次交汇都有其特殊的意义。然而，缘分的背后隐藏着得失的哲理。我们常常在失去时感到痛苦，失去的东西似乎是生活给予我们的最大惩罚。可仔细思考，失去并不一定是坏事，它有时是在保护我们，让我们有机会重新审视自己的内心。比如，当一段关系结束后，虽然我们会感到孤独和失落，但这恰恰是一个自我反思的契机。我们开始思考自己真正需要什么，哪些人和事对我们而言是重要的。这种觉悟往往会让我们在以后的生活中更加珍惜身边的人和事。与此同时，得到的事物未必就是福。如果不懂得珍惜，可能会带来更多的烦恼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在得到某个目标后，反而感到空虚，甚至失去追求的动力。这是因为我们习惯于将幸福寄托于未来的某个时刻，却忽视了当下的珍贵。因此，懂得缘分的意义，让我们在生活中更加从容。我们需要学会感恩，感谢那些给予我们温暖和支持的人，也要感谢那些让我们成长的失去。在思考缘分与命运的关系时，我们可以发现，生活的每一次选择都与缘分交织在一起。无论是遇见朋友、爱人，还是经历挫折与挑战，都是在为我们的人生增添色彩。这些经历不仅让我们更了解他人，也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自己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的心灵逐渐变得丰富，人生的意义也愈加深刻。每一个相遇都是生命的馈赠，每一次离别都是成长的必经之路。这样的人生旅程虽有波折，但却充满了无尽的可能性。然而，挫折是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，它如同一面镜子，映照出我们内心深处的脆弱和坚定。
当我们在追求目标的路上遭遇困难时，往往会感到迷茫与失落。面对挫折，许多人选择退缩，认为自己无法再继续前行。但实际上，这些挑战往往正是我们成长的契机。在经历挫折的过程中，我们会开始反思自己的选择和行为，思考哪些地方可以做得更好。这个过程可能充满痛苦，但也是一种自我发现的旅程。正是在挫折中，我们才会意识到自己的不足，才会有动力去改进。当我们勇敢面对困难，试图从中汲取教训时，我们便开启了自我成长的大门。成长并不是一蹴而就的，它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。每一次失败都是一种学习机会，每一次跌倒都是一次锻炼。想象一下，当你在一场重要的比赛中失利，最初的失望与痛苦难以言表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你会逐渐意识到，这场经历让你更加坚韧不拔。你学会了如何调整自己的心态，如何在压力下保持冷静，这些都是将来成功的重要素养。挫折还教会我们珍惜身边的支持与陪伴。在困境中，我们会发现那些愿意伸出援手的人，正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。无论是朋友、家人还是同事，他们的鼓励与理解，常常能让我们在低谷中重新找到方向。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连接，使我们在面对挑战时感受到温暖与力量。挫折与成长交织在一起，形成了我们独特的人生轨迹。每一次跌倒和爬起，都是对生命的深刻理解。当我们回首过往，会发现那些曾经看似无法逾越的障碍，正是铸造我们坚强意志的基石。无论未来的道路多么艰辛，我们都将带着这些宝贵的经历，继续勇敢前行，去迎接生活中的每一次挑战与机遇。于是，在经历了无数的挫折与成长后，我们常常会意识到，知足常乐的心态是生活中一笔无价的财富。生活的本质并不在于追求物质的丰盈，而在于对当下的感恩与珍惜。当我们静下心来审视自己的生活，便会发现，许多看似平凡的瞬间，实则蕴含着深厚的幸福。知足常乐并不是一种消极的态度，而是一种积极的生活哲学。它要求我们在繁忙与压力中学会欣赏身边的小确幸，也许是一杯香浓的咖啡，也许是与好友的一次愉快交谈，这些简单的快乐往往能够点亮我们的一天。正是这些微小而美好的事物，构成了生活的美丽拼图，让我们在琐碎的日常中找到平和与满足。这种心态也教会我们放下对比和攀比的欲望。如今的社会常常以成就和物质为标准，促使我们不断追求更高的目标。然而，若能懂得知足，我们便能减少内心的焦虑与不安。当我们不再被他人的成功所困扰，而是专注于自身的成长与进步时，生活便会显得格外从容与美好。我们会更容易欣赏自己的努力与成就，无论大小，都会成为我们心灵的滋养。
此外，知足常乐也帮助我们建立更深的内在连接。当我们能够满足于生活的简单与真实时，我们的内心会变得更加宽容和宁静。这种状态使我们能够更加关注周围的人，与他们分享生活的点滴，无论是喜悦还是忧愁。正是这种互相理解与支持，让我们在面对生活挑战时感受到温暖与力量。知足常乐的心态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了一层温暖的光辉。无论外界环境如何变化，内心的宁静与满足感将始终陪伴着我们。正如在风雨中，我们依然能欣赏到彩虹的美丽，人生中的每一份幸福都是对生活的深刻理解与接纳。带着这种心态，我们将更加珍惜当下的每一个瞬间，拥抱生活的每一份馈赠。我们在知足常乐的心态中，独处与修心成为了一种重要的实践。在当今快节奏的生活中，我们常常被外界的喧嚣所包围，失去了与自己内心对话的机会。然而，独处不仅仅是身体上的孤立，更是一种心灵的归属。在安静的时光里，我们能够倾听内心的声音，反思自己的情感与需求，从而更清晰地认识自我。独处的时光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空间，让我们得以逃离外界的干扰。无论是阅读一本好书，还是简单的静坐思考，这些独处的片刻都能帮助我们整理思绪，沉淀情感。我们常常在这样的时刻感受到内心的宁静，逐渐摆脱外界的纷扰与压力。正是在这份独处中，我们学会了与自己和解，发现真正的快乐往往并不依赖于他人的陪伴，而是源自内心的丰盈。修心则是在独处时更深入的实践，它强调内心的成长与觉醒。通过冥想、写作或其他心灵活动，我们可以培养一种专注与平和的心态。这种修炼不仅能帮助我们放下过往的包袱，也让我们在面对未来时更加从容。修心的过程如同为内心浇灌，让每一颗情感的种子在阳光下茁壮成长，使我们更懂得珍惜当下，体悟生活的真谛。在独处与修心的结合中，我们逐渐学会如何将内心的平静带入日常生活。这种平静使我们在复杂的社交场合中不再感到疲惫，而是能够以一颗开放的心去接纳他人，与他们分享我们的感受与体验。通过这种深度的内省与修炼，我们也培养出了一种深厚的同理心，使我们能够更加理解他人的情感，从而建立更有意义的人际关系。独处与修心的结合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了一种深度与宽广。它不仅让我们学会了如何与自己相处，也教会了我们如何在纷繁的世界中保持内心的宁静与安详。这种内心的力量使我们能够在面对挑战时更加坚定，勇敢追寻心中的理想与目标。在这样的修行中，我们不仅找到了一种独特的快乐，更为人生的旅程注入了新的意义与方向。并且在独处与修心的过程中，我们逐渐意识到，
正向语言的力量是不可忽视的。语言不仅是沟通的工具，更是塑造内心世界的桥梁。积极的语言能够改变我们对事物的看法，提升我们的情绪，激发内在的动机。当我们用正向的言辞与自己对话时，内心的声音开始变得更加积极向上。我们开始以赞美和鼓励的方式对待自己，而不是苛责与批评。这种转变让我们在面对挫折时能够更从容地应对。生活中的困难和挑战不可避免，但通过积极的语言，我们能将这些挑战视为成长的机会，而非绝境。我们开始告诉自己，这只是一次学习的经历，我会变得更强大。这样的思维方式不仅提升了我们的自信心，也让我们在逆境中找到希望和动力。正向的自我暗示如同一股温暖的力量，驱散了阴霾，照亮了前行的道路。与此同时，正向语言也深刻影响着我们与他人的互动。当我们用积极的态度与周围的人交流时，这种氛围往往能激发他人的潜能，营造出一个鼓励和支持的环境。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生活里，正向的交流方式能增进彼此的理解，建立深厚的信任与合作。我们逐渐意识到，正向语言不仅能提升自我，也能影响他人，形成一种良性循环。在这种正向的互动中，动机也因此被点燃。当我们周围充满积极的言辞和情感时，内心的热情与动力自然被激发。我们开始设定更高的目标，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。正向语言不仅是对自己的一种鼓励，更成为了我们行动的源泉。在生活的每个阶段，无论面对何种境遇，积极的自我暗示和与他人的正向交流都能不断推动我们向前，助力我们实现更大的成就。正向语言与动机的结合，为我们的人生增添了更多的可能性。它让我们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充满激情与信心，让我们明白，只要心中有希望，任何困难都可以被克服。在这种积极的心态下，我们学会了以更开放的姿态面对未来，充满期待地迎接每一个新的挑战与机遇。正是这份力量，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，充满了探索与发现的乐趣。所以，在经历了正向语言与内心动机的觉醒后，生活中似乎也开始悄然发生变化。我们时常会遇到一些人，他们如同指路明灯，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，这就是我们所称之为的贵人。这些贵人往往出现在我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，他们的出现不仅仅是偶然，更是命运的安排。贵人并不一定是社会地位高的人，或是拥有巨大财富的人，他们可能是身边的一位朋友、同事，甚至是一个素未谋面的人。在某个平常的日子里，当我们陷入困境或迷茫时，正是这些贵人的关心与支持，让我们重新找回自信，鼓起勇气，继续追求自己的目标。他们的言语如同春风，轻轻拂过我们的心田，让我们明白自己并不孤单，人生的路上总会有人愿意伸出援手。记得有一次，
我在工作中遇到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难关，整个团队士气低落，工作进展缓慢。就在我们几乎失去信心时，一位前辈主动找上来，与我们分享他的经历。他并没有给出具体的解决方案，而是通过自己的故事激励了我们。他讲述了自己曾经的挫折和如何在逆境中找到出路的经历，让我们明白，成功的背后总是伴随着无数的努力与坚持。那一刻，我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力量，仿佛心中的火焰重新被点燃。正是这位贵人的鼓励，让我们重新焕发了斗志，最终顺利克服了困难。在生活中，我们常常低估了一个人的影响力。那些在关键时刻给予我们支持和鼓励的人，正是我们成长旅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。贵人的出现不仅带来实质性的帮助，更重要的是他们所传递的信念和态度。他们让我们意识到，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充满可能，未来的道路是由我们自己去开拓的。而这些贵人之间的相遇，往往也形成了一种相互扶持的关系。当我们在自己的道路上不断前行时，若能将自己所获得的经验与智慧回馈给他人，也许下一位贵人就会因为我们的存在而出现在他们的生活中。这样，正向的能量在不同的人之间不断流动，形成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社会氛围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们会发现，贵人的出现不仅仅是为了帮助我们度过难关，更是在潜移默化中教会我们如何成为一个更好的人。我们学会了珍惜这些人与事，努力去传递那份温暖与支持。在人生的旅途中，正是这些贵人的相遇，让我们更加坚定了追求梦想的信念，明白了与他人共生共荣的意义。每一次的相遇都是命运的馈赠，成就了我们的人生旅程。于是，在经历了命运与缘分、挫折与成长、知足常乐、独处与修心、正向语言与动机，以及遇见贵人之后，生活的全貌似乎愈加清晰。每一个环节都交织成了我们成长的轨迹，让我们深刻意识到，人生不仅是一个简单的过程，而是一场丰富而复杂的旅程。每一次的遭遇都是我们自身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这些经历教会了我们，命运并非完全由外界决定，而是我们对待生活的态度和选择所塑造的。每当遭遇挫折，我们能够选择如何回应，选择以积极的心态面对挑战，反而会让我们更加坚韧。知足常乐则提醒我们珍惜当下，无论生活给予我们怎样的境遇，心中总要留有一份感激，这样才能在忙碌与压力中找到内心的平静。独处与修心的时光，让我们有机会深入自我，反思过去的决策与未来的方向。通过自我对话，我们可以更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价值和目标，而正向语言与动机则为我们的内心注入了能量，促使我们不断追求更高的理想。那些在关键时刻给予我们帮助的贵人，不仅让我们感受到人性的温暖，也让我们明白，成功的道路上我们并不孤单。
俯瞰这些经历，不仅仅是对过去的反思，更是对未来的展望。我们学会了感恩那些曾经的遇见，无论是来自亲友的支持，还是陌生人的鼓励。正是这些点滴积累，构成了我们成长的基石。未来的道路依然会充满挑战，但我们已经拥有了面对他们的智慧与勇气。在每一个新的起点，我们都能带着这份感悟，继续追寻属于自己的光辉人生。感谢你看到最后，回复一句三阳开泰，祝愿你阳气永驻，与光明相伴。如果今天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屏幕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建立连接，随喜转发，功德无量。